为了在耽美文里不被主角们看上，我故意扮丑，用黑框眼镜掩盖自己精致漂亮的面容，外加土到爆炸的格纹衬衫，搭配破洞牛仔裤，简直是审美大灾难。我已经拖着行李来到了307宿舍，我先是敲了敲门，见没人回应后，才拿钥匙开门。不愧是主角住的地方，这宿舍都称得上豪华，配置是4人间，但宿舍空间非常大，有冰箱、洗衣机，甚至每个人都有个大衣柜。他们的床都已经被人提前铺好了，3件套还是真丝材质的，摸起来手感非常滑。我打开行李箱，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一件件放进衣柜里。对了，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的父母呢？我心想自己是路人甲，但不至于连家庭背景都没有。系统回道：死了，那我吃什么？一点钱都没有，怎么充饭卡？系统道：父母虽离开的早，但给你留了巨额财产，足够你在做完任务之前挥霍了。系统说，为了避免你在任务里有太多的纠缠，倒不如让你无牵无挂。我扯了扯嘴角，你还挺为我着想的。说起来，这是我最后一个任务了。自从我在现实世界里因为拼命工作猝死后，灵魂就被拉到任务局里做任务。有了现实世界的前车之鉴，我只想早日退休，将任务积分兑换成钱，留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每个世界都是一本独立的小说，而我这次的任务是小说改编的漫画世界。说明很狗血，内容很奇葩，标准的加弓箭射文。漫画书叫做《替身兽被3位大佬疯狂追求》，它大概讲的是一个贫穷漂亮的男大学生被3个多金帅气的总攻当成替身，然后各种强取豪夺，直到主角兽爱上他们后，白月光却忽然回来了。经历各种虐恋剧情，3个攻终于探清自己的内心，并且在商量之下，4个人开心的在一起了。更离谱的是，漫画还描写了细节，一个星期里，每位攻与主角兽每周约会2次，剩下1天是自由活动时间，主角兽可选择独处或与某位攻相处，然后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我一想到这个剧情就害怕的瑟瑟发抖。好在我戏份不多，只是一个推动剧情的炮灰路人甲，只要剧情完成度达到90，我就可以拿着积分退休了。说起来，我看过几个主角的资料，攻艺名叫段奇南，是他们学校的男神，家世优越，但脾气很臭，五官深邃，带着一股痞帅的风格。他曾经是白月光的同学，被白月光温暖过，因此很早就暗恋着白月光，同时也是他最早发现主角兽存在的人。宫二圣楚鹤是几进世界50强企业的霸总，身上自带上位者孤傲凌人的气息，长相帅气中带着稳重，曾经是白月光最喜欢的邻居大哥哥，因为一些误会导致没有在一起，后来想在主角兽身上得到弥补。宫三叫宋野慈，是娱乐圈的顶流，拿过许多奖项，身价早已经过亿，是个混血儿，眼睛是清澈的蓝色，头发漂亮蓬松的金发。他与白月光相识于几年前的一个杂志拍摄，只不过拍摄完后他还没来得及表达心意，白月光就出国念书了。他并不知道白月光的名字，因此苦苦等了很多年。遇到主角兽后，放下了执念，把对方当作替身，弥补自己的遗憾。主角兽叫江玉池，五官清冷漂亮，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着很强的禁欲系风格。很难想象这样的人最后竟然会答应跟3个渣攻在一起，一切都太刷新我的3观了。内心不停感叹耽美实在太疯狂。有没有见过白月光的照片？据系统所说，白月光和江玉池是走散了的豪门亲兄弟，所以才会长得这么像。不过我也不用看照片了，既然长得像，那出现在我面前也能认出来。只不过这漫画的设定真的很有问题，宿舍怎么会是4人间呢？不用说，攻一段奇男和主角兽江玉池肯定住在里面，而还有另一个炮灰郭克以充当他们的背景板室友。只是2人间不是更方便发展关系吗？把我和郭克以拉来做什么？还是说是他们 play 的一环？我终于将行李的东西整理完，寝室的门刚好被人打开，我赶紧转头望过去，期待是哪个主角进来，可惜不是，只是与我同病相怜的人。郭克以，你好，我是许夏森，以后请多多指教了。许夏森大方地朝我伸出手，我回握住对方，你好，我叫顾明晨。许夏森走了进来，四处张望，就你一个人吗？另外2人还没来？还没。我打量了一下，许夏森不愧是漫画世界的室友，就连个炮灰室友都长得十分清秀，要是放在现实世界，也算是个小帅哥了。系统说的没错，我根本都不需要扮丑，这里那么多长相帅气的男生，我应该很安全。许夏森见我一直盯着自己看，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怎么啦？我脸上有东西吗？许夏森的皮肤非常白皙，因此脸红的时候都会很明显。我看到许夏森的蜜汁脸红，吓得赶紧转移视线。没什么，这个寝室不会全都是 gay 吧？那我该怎么办？朝夕相处的多尴尬。不一会儿，门再次被推开，我和许夏森同时看了过去。这次进来的是痞帅的男生，干净利落的黑色短发将他的眉眼露了出来，漆黑的眼眸带着冷意，1.9米的身高极其有压迫感。他淡淡的瞥了我和许夏森一眼，然后拖着行李走进来，随意挑了张床，直接躺了上去。哎，许夏森小声嘟囔，这是我选好的床。他只敢在心里抱怨，随后转身继续忙活自己的事。我全程看在眼里，这就是段奇男吧？果然跟系统给的资料一样，确实很帅，脾气也确实很臭。这会儿段奇男应该还没见过江玉池，不知道等会儿2人见面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突然有些期待了，目睹主角们的感情纠葛就是我们这些路人甲的最大乐趣了。说曹操，曹操道。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禁欲系男生走了进来，我扭头看了过去，立刻倒吸了一口气，你太帅气了吧？不对，也不能说是帅。江玉池的五官十分漂亮，但又不会太女性化，英气的剑眉让她的眉眼带了几分帅气，褐色的瞳孔充满了清冷感，戴上金丝边眼镜后就
更绝了，这完全比系统给的照片还好看啊！就是这身高，我问系统，我对耽美文不是很了解，既然都分公兽了，那身高是不是也要有所区分啊？这主角兽看起来都1.9米了，是不是太高了呀？总不能让一个公抬头轻兽吧？感觉怪怪的。系统露出狐疑的眼神，你这也算不了解？你是不是偷偷看了很多耽美小说，穿来之前做了点攻略？我做这个攻略干嘛？我声音大了起来，不行吗？有谁规定直男不能看耽美了？我看是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然后早日退休。系统解释道，这点你就不用操心了，几个公的身高都1.9米以上，完全不会出现你说的抬头轻主角兽。原来是这样啊！顾明晨偷偷打量了一下江玉池，其实我觉得还是矮一点好，这样张力会比较强。系统道，我合理怀疑你是在嫉妒他的身高，身高只有1.75米的我有些无语的抽了抽嘴角，你废话太多了，我要举报你。系统挑衅地略几声，然后笑嘻嘻地说，你好好加油吧，我还要去辅助其他的宿主，没事别喊我。说完后便在我的意识中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完成任务，然后美滋滋的退休。可下一秒我笑得很难看，怎么这个段奇男还在呼呼大睡啊？你老婆来了你都不知道吗？江玉池正弯着腰拿着湿纸巾擦拭柜子，似乎根本没有发现段奇男的存在。他记得系统给的剧本明确写了段奇男见到江玉池的第一眼就十分激动地抱住了对方，直到江玉池有些为难地推开段奇男的胸膛，开口问段奇男，我们认识吗？这才让段奇男惊觉眼前的人不是他的白月光。后来就是各种克制暧昧，无法移开的视线，突破心中的防线后，两人纠缠在一起。宫仪彻底把主角兽当成替身，不过这怎么跟剧本的不一样啊？而且江玉池的脸冷得无欲无求，怎么看都不像是会与这些攻纠缠的样子，这不会影响他退休吧？我心如死灰，垂头丧气地整理自己的床。这时我瞧见江玉池已经擦完柜子，拿着湿纸巾准备丢进垃圾桶，可垃圾桶并没有套上袋子。江玉池皱了下眉，手僵在空气中。我眼疾手快地拿起自己带来的垃圾袋，迈开脚步，我走上前，把垃圾袋打开，套了上去，动作一气呵成。江玉池愣了下，抬眸望着我，你刚好带了垃圾袋，不用客气，你直接扔吧。我笑着说，这种小事就交给我这个路人甲来做，你们就好好谈恋爱吧，争取1个月内交往，半年内订婚，2年内领养孩子。江玉池点了下头，谢谢。等手中的湿纸巾扔掉后，他目光继续落在我身上，眼神里带着探究，甚至看向我身上的格纹衬衫，十分老气的款式，让他狠狠拧了下眉。我尴尬地笑了笑，估计是我的形象惊到江玉池了，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我决定主动向他问好，初次见面，我叫顾明晨，是计算机专业的。你好。江玉池淡淡的回应道。许夏森听见他们的谈话也凑了过来，好巧啊，我也是学计算机的。他嘿嘿笑了2声，我妈说好就业，所以我选这个了。我偏向许夏森，果然只有我们这些路人甲才会烦恼就业问题。许是我们的声音太大声。段奇男不悦地睁开眼，目光极冷地瞥向我们，直到他看清江玉池的脸，瞳孔猛地一缩，喃喃道，江毅然。我刚好捕捉到段奇男的表情变化，心里忍不住放起了烟花。太好了，剧情开始了。江玉池察觉到了段奇男的视线，他转头望了过去，我看到两人的对视，心里止不住的兴奋，终于要看对眼了，赶紧上啊！江玉池眼神平淡疏离，并不是段奇男印象中江毅然该有的热情和柔软。他立刻明白了，眼前的人并非江毅然，只是顶着一张相似的脸却毫无吸引力的赝品。段奇男躺了回去，再次闭上了眼睛。我傻眼了，就这不应该发生点什么吗？江玉池也收回目光，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我现在的心情如同过山车般一言难尽。许夏森见我情绪不佳，弯着嘴角提议道，我们出去逛下小超市吧，看看有没有需要买的东西。正好他也不想留在寝室里，那个段奇男看起来实在太凶了，导致他在这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也不知道申请换寝室容不容易。我回过神朝许夏森点头，好，那一起走吧，把空间留给主角们，好让剧情发展顺利一点。只可惜意外总是来得这么突然。江玉池突然放下手中的东西，迈开长腿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也跟你们去。我愣了几秒，不情不愿地点点头。江玉池清冷的面容划过一丝的诧异，但很快又回归于平静。我们一起来到了小超市，许夏森拿起购物篮直奔零食区。我没什么可买的，但为了打发时间，我决定去日用品区逛逛。只是我没想到的是，江玉池竟然跟在我的后面，也来到了日用品区。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想多了，直到我故意停在洗发水的货架前，装模作样的挑选洗发水，而江玉池也停了下来，站在我的身旁。我把洗发水放回去，露出职业假笑，你想买洗发水？江玉池抬眸看着我，语气平淡道，我就随意看看。我后退一步，举止恭敬地伸出手，那你先挑。江玉池的目光依旧停留在我的身上，冰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解，我们以前认识吗？还是说我曾得罪过你？我愣住，莫非我打工人的怨气传到江玉池那边了，导致江玉池误会我讨厌他？那可不行，我以后还要推动剧情，为了跟主角兽打好关系。我笑了笑，没有，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可能我样子比较凶，吓到你了。江玉池垂眸打量我，我忍不住冒起了冷汗，怎么回事？主角兽的气场怎么也这么强，盯得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努力弯了弯嘴角，怎么了？江玉池收回自己充满侵略性的视线，那就一起逛吧。话都这么说了，我只能同意，跟在了江玉池身后。我1.75米的身高，与江玉池站在一起竟然显得如此的娇小。我目光带着几分嫉妒，端量着江玉池的身材，这就是漫画男主啊，不仅个子高，而且肩宽腰窄的，一看就是完美比例。江玉池突然停下脚步，转头望着我，你有需要买的吗？我回过神，笑着说，我其实没什么缺的，就随便逛逛。江玉池点头，气氛再次陷入了尴尬。我之前都是台词不超10句的路人甲，突然有主角一直跟着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不会影响剧情。我纠结要说什么话题时，江玉池再次开口，我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我看过资料。突然知道江玉池的专业，我佯装惊讶的睁大眼睛，那真的很巧啊。江玉池了一声，学计算机就对了，以后好就业。感谢许夏森给我话题聊。江玉池说，还行吧。他抬眸看向小超市的老板娘，
老板娘正拿着儿童碗喂着小儿子喝粥。我学这个是为了更方便调查一些事，譬如他的身世。我顺着江玉池的视线，也将目光落在老板娘身上。我似乎明白了江玉池的意思。说起来，现在的剧情还没到江玉池与父母相认的时候，好像是在白月光回来，发现江玉池与自己长得很像，就花钱让私家侦探调查父亲或者母亲是否有私生子。这一查就查出了小时候走散的亲哥哥。江玉池也因此回到了江家，当上了江家大少爷。这身份的转换让几个渣工再也不能轻视他，他也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感情，明白江玉池不该当替身。一想到这个剧情，我就忍不住吐槽，如果主角兽没有拿回自己的身份，说不定这几个渣工继续玩弄主角兽，哪里会尊重对方呢？真渣！我咬牙切齿的表情正好落在江玉池的眼里。江玉池原本有些伤感的情绪莫名被我治好了，微微弯起了嘴角。这人也怪有趣的，行为莫名其妙，同时又带着滑稽感，挺可爱的。这时许夏森突然往我们走来，他提着的购物篮装着满满的东西，见我和江玉池双手空空，不禁好奇道：“你们还没挑东西吗？”我回答：“暂时没什么想买的。”江玉池倒是转身拿了一支牙刷，我这个就够了。许夏森点头：“那我们去买单吧。”因为是开学日，来小超市买东西的学生很多，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想着在外面也是等，不如陪他们一起排队。许夏森闲得无聊，就转身跟我聊天：“明晨，我觉得你的穿搭还挺文艺复古的。”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确实挺复古。我说：“本来我是想穿的大胆一些的，例如搭配豆豆鞋和朵拉头，但是我怕自己太精神小伙了，在学校太招摇会被人打，所以就保守了一点。反正这样也够丑了。”我这人很奇怪，不仅害怕自己被掰弯，而且性格还特别怂，这导致我以后注定要吃大亏。我们回到寝室内，段奇南已经起来了。在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期间，段奇南洗了个澡，发尾还带着水珠，身上散发着雾气。他简单的穿着一条黑色短裤，光着上身，露出结实健壮的肌肉、精致的锁骨以及恰到好处的健康肤色，完美的让人离不开眼睛。尤其是许夏森都看直了眼，甚至脱口而出：“好帅啊！”我一开始也带着赞许的目光打量段奇南，直到许夏森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逼我回过神。对了，这间寝室的人比回形针还弯。我这样直勾勾看着段奇南，可是霸气要我，赶紧转过身，心里默念非礼勿视。我的动作实在太大，仿佛看到了辣眼睛的东西，表情有些面目狰狞。江玉池见状后忍不住低头扑哧一声，段奇南脸色一沉，他瞪了我的后背一眼，然后走到自己的床边，拿起放在上面的 T 恤，利落的穿了上去。许夏森遗憾的在心里叹息，难得的福利竟然就这样没有了，只能等下次。我能感觉到脊椎发凉，一个是许夏森的怨气，一个是段奇南的怒气，这能怪我吗？明明全都是 gay， 怎么还这么不检点？衣服也不穿好点。我现在十分怨恨系统把我送到这个鬼地方了，还有这个世界的设定，两人感情升温的好地方，干嘛还非得把我和郭可以拉过来？我咽了咽口水，干笑几声后，回到自己的位置，装模作样的整理东西。这时段奇南的手机响了，我和许夏森不自觉的停住呼吸，生怕会打扰这个阎王打电话。倒是江玉池一副冷冷清清的样子，该干嘛就干嘛，甚至还折腾桌上的陶瓷杯子不停发出响声。我向他投去敬佩的眼光，这就是主角兽啊，与我们这些炮灰就是不同，难怪能引起宫们的注意力。江玉池察觉到我的目光，他抬头望了过来，然后冲我浅笑。虽然我是个直男，但还是忍不住会被江玉池的美貌惊艳到。清冷疏离的眉眼在笑起来的那一刻，如同春风般搅乱人的心扉。我一向欣赏俊男美女，尤其是对我态度好的俊男美女。我也朝江玉池笑了笑，心里打定主意，以后对江玉池友好一点，也后悔刚刚行为上的不礼貌。真是人美心善的主角兽，可惜便宜了那群禽兽。我惋惜的摇头，我可是纯爱战神，根本不能忍替身这种把戏，最后还能留住主角兽的心，也不知道小说作者怎么想的。段奇南已经打完电话了，有哥们喊他出去喝酒，本来想要拒绝的，但对方说酒局里有个留学生刚回国。知道江毅然的消息，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套衣服走进浴室，换好后拿起手机准备离开。路过江玉池的时候，目光复杂的瞥了对方一眼。许夏森来到我身旁，拉着我吐槽道：“终于走了。”他刚刚在寝室里，我都不敢讲话。在来这个学校之前，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了，家里很有钱的，我们根本招惹不起他。没在这个寝室，我都觉得自在多了。我用质疑的眼神看他，你刚刚的表现可一点都不像想他离开的样子，都恨不得把眼睛贴在对方肌肉上了。许夏森看懂了我的眼神，立刻小脸一红。我喜欢看肌肉男，所以一时没收起色心。我点了点头，我知道。随后我不留痕迹地拉开许夏森的手，许夏森并未察觉到我的不自在，他激动地继续说：“比我在短视频看到的都要优越。不过你喜欢看这些吗？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些。”我摆了摆手，婉拒道：“不用了，我不太喜欢看这些。”许夏森眼神惋惜：“是吗？那太可惜了，我还以为能遇到一个爱好一样的室友呢。”我听到后瞥了他一眼，要说爱好一样，怎么不去找江玉池？你们都是小受，估计很聊得来吧？其实不怪许夏森，只是对我自来熟。刚刚在超市的时候，我见他们在买单，就先出去站一会儿。许夏森第一个买完，就等了下。江玉池等他买好了后，就想靠着他说话，可怎想江玉池根本就不怎么理他，态度十分冷淡。许夏森不想自讨没趣，便没再跟他主动找话题聊了。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的醒来，然后下了床往洗手间方向走。我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打哈欠，没注意前面有人，一不小心撞到了温暖又结实的后背，头顶上响起磁性的闷哼声。我愣了下，放下揉眼睛的手，抬头望了过去，只见江玉池缓缓转过身，双眸含笑的看着我。早安。我立刻就清醒了，脸上带着歉意，对不起，我刚刚睡懵了，没注意前面有人。江玉池说没关系，是我挡着门口在先。江玉池抬眼盯着我的前额，眼神有些晦暗不明。没想到我的皮肤这么白嫩，只是微微一撞就红了一片。我刚起床，没有戴上累赘的黑框眼镜，将漂亮的眉眼完完整整的露了出来。江玉池的目光一动不动，紧紧的落在我的脸上。我摸了下自己的脸，不会是睡觉流口水了吧？还是脸上有眼屎？我乱摸一把，确定自己脸上没东西后，再抬起头，
江玉池已经收回视线，他侧着身子对着我笑道：“进去吧，里面现在没人，我已经洗漱好了。”我点了点头，走进了厕所内，将门牢牢关上。江玉池清楚地听见门锁啪的一声，像是在防色狼一样。江玉池怔了下，随后无奈地低头一笑。我刷完牙出来，许夏森刚好也醒了，他头发睡得乱糟糟，走到我的面前时，原本还睡眼惺忪的神色突然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明晨，没想到你戴上眼镜还挺帅的嘛。我愣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在对方的提醒下，这才想起自己眼镜忘记戴了。难怪江玉池刚刚会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一开始是慌了几秒，但想起段祺南昨天出去后就一夜都没有回来，现在我们寝室里只有2个小兽和一个比钢铁还直的直男，他面对男人根本决定不起来，所以安全的很，掉马甲就掉马甲吧，只要在段祺南回来之前把眼镜戴好就行。我笑了笑，你不说我都忘了把眼镜戴上了。我走到自己的床边，将落在枕头旁的眼镜拿了起来，然后往脸上一戴。许夏森痛心疾首地望着我，多好的底子啊，非要这样糟蹋自己。明晨你度数多高啊？有没有考虑过戴隐形眼镜？我摆了摆手，我不爱那玩意儿。许夏森耐心劝道，你的打扮是挺复古文艺的，但你的眼镜属实太过时了，要不考虑换一个？我拒绝道，我就喜欢这种款式，要去重新配一个也挺麻烦的，就这样用着吧。现在做任务我肯定得戴着，乖乖当好我的路人甲，等任务一完成，不用任何人劝说，我会主动摘下眼镜去追求漂亮的萌妹子。许夏森动了动唇，还想继续挣扎一下，一直不出声的江玉池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我倒是觉得挺好的，这副眼镜挺配你的。我指向江玉池，挑眉笑着说，还是你懂我。许夏森看向江玉池，明眼人都能看出我的打扮有问题，实在是太糟蹋自己了。江玉池还这样支持我，好歹毒的心肠。我打开我的柜子，如同选妃的皇帝挑出了一件红色格纹衫，等我去浴室换完出来。许夏森无语地扯了扯嘴角，好想把我柜子里的衣服给烧了，哪来这么多的丑衣服，比他爸的衣柜还离谱。许夏森已经没眼看了，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对着镜子开始化妆。他五官虽然清秀，但皮肤不是很好，有痘痘且毛孔大，每天都必须要擦隔离霜和遮瑕膏。才刚出门，我们早上有课，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出门还能去吃个热腾腾的汤粉。我拿起黑色书包，将今天要用的书都塞了进去，背上后对寝室内的2人说，我先走了。许夏森正忙着给自己铺粉，随口应了一声，我正要开门，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帮我按下门把。我愣了下，江玉池笑着对我说，我也弄完了，一起走吧。我没法拒绝，只能点了点头。我们2人刚打开门，就瞧见脸色阴沉的段祺南，他的身上混杂着酒味和烟味。江玉池蹙了下眉头，往后退了一步。段祺南看到了江玉池带着嫌弃的目光，他弯起嘴角，冷冷地笑一声，这张与江毅然相似的脸真的让他恼火了。段祺南抬脚走了进去，路过江玉池的时候，故意用肩膀狠狠撞了下对方。江玉池眼神一冷，眸光流露出狠厉的气息。我瞧见2人剑拔弩张的气氛，脸上是止不住的兴奋。剧情终于有点起色了，虽然气氛不太对，但至少2人有了一点点的交集。正当我以为江玉池会像娇柔小白花一样红着眼眶控诉段祺南的行为，因此引起段祺南的注意，可依旧什么都没发生。在我看不到的视角，江玉池收敛了眼底的冷意，转过身，语气平淡地对段祺南说，今天是开学的第1天，会有宿管来查寝室，你喝了酒小心点吧。滚，别烦我。段祺南骂了一声后倒在床上睡觉，我看在眼里，真脏，没洗澡就上床了。江玉池走到我的身旁，走吧，我们去食堂吃早餐。去食堂的路上，我实在憋不住，扭头问江玉池，难道你不生气吗？江玉池反问，为什么要生气？这倒是把我问懵了。剧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几次碰面，这2个主角都没点进展，搞得我都没信心了。我觉得自己真有可能会困在这个世界，倒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好，可要是能选择正常点且没有主角认识我的世界，我肯定得选啊。我还想着找个漂亮可爱的女生结婚生子呢，有这些主角在，我就没办法把它看作现实世界，会让我觉得自己还在做任务。江玉池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轻声说，只是没必要的冲突，我不会在意这个。我叹了口气，你们不冲突，我就没法完成任务了。江玉池见我垂头丧气，拧着眉问道，你不开心吗？我本想点头，但又觉得在江玉池的视角只会觉得我莫名其妙，我就是觉得你人太好了，以后会吃大亏。我随口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江玉池眼神晦涩不明，是吗？我想到了后面的剧情，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以后一定要多为自己着想，别傻乎乎的，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尤其是等那个绿茶白月光弟弟回来后，可千万别中了他的圈套，被3个渣攻疯狂虐身虐心。江玉池点了点头，那你呢？你的话我能信吗？我尴尬的挠头，最好也别信，我可是推你进火坑的人，明知山有虎，偏拉着你向虎山行。我在利用江玉池完成任务，所以我是比渣攻还要坏的人。江玉池没有回应我的话，而是语气淡淡道，走吧，不然就赶不上课。我了一声，连忙跟了上去。走在前面的江玉池脸色冷淡疏离，我把他想得太天真了，他可从来都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来到食堂吃早餐，我才意识到江玉池家境很困难，简单的买了个馒头和豆浆，1米9的身躯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得饱。我看向自己碗里的面，点的还是最贵的海鲜面。系统说的没错，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我那2位素未谋面且很早离世的父母给我留了一笔巨款，有整整5000万呢。我又不喜欢奢侈品，花最多的也就在吃的上面了，所以那笔钱我根本就花不完。反观江玉池，根据系统给的漫画剧情，江玉池在走丢后就被一对老夫妇捡回去养了，老夫妇很疼爱他，
但家里也是真的穷。江玉池从小就很懂事，不会跟其他同龄人一样撒着娇要买这个买那个。爷爷在5年前去世了，家里剩下一个奶奶，所以现在读大学的费用全靠他的奖学金和各种竞赛的奖金。平日有时间就去餐厅或者奶茶店兼职，给家里寄点钱。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啊！我在现实世界里虽然是个可怜的社畜，但家庭幸福，父母很疼爱我，在吃的用的上面可是从来不缺。我向江玉池投去同情的眼神，再忍一忍，很快就可以当回你的锦衣玉食的大少爷了。江玉池见我还不动筷，抬眸好奇道：“你还不吃吗？”我回过神，现在就吃。我赶紧拿起筷子吃面，谁知道嘴巴被烫了一下，我欲哭无泪。视线中突然出现一瓶水，我抬头看向江玉池，只见对方忍俊不禁地说：“是烫到了吗？这水给你喝，我没有喝过的。”我看向旁边的小卖部，然后又看了看江玉池修长笔直的双腿，这腿是真的长，一眨眼的功夫，水都帮我买好了，买都已经买了，我只好收了下来，对他笑着说：“谢谢你买的水，下次我请你。”江玉池抿唇笑，没有接我的话。我喝完水后，烫破的嘴唇也缓解了许多。江玉池却站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双眸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我眨了眨眼睛，疑惑道：“怎么了？”江玉池伸手指了下我嘴角的地方，像是想确认有没有伤口。有烫伤吗？你让我检查一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乖乖的照做，而且像看医生一样发出啊的声响。直到我瞥见周围有人在看我们，笑容中带着暧昧，我才逐渐意识到不对劲。我慌张地推开江玉池，红着脸说：“没事，我没烫伤。”江玉池眼神一暗，抿着手指回味着刚刚温热的触感。他没再为难我，脸上又恢复了单纯无害的笑容。那就好，没烫伤就行。江玉池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拿起馒头继续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我因为刚刚的举动，心里到了一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江玉池刚刚的眼神就像要吃了我一样，不能够吧？这可是主角兽，怎么可能对我产生那方面的意思？难道是看到了我摘下眼镜的样子，心动了？我觉得自己逐渐接近真相，但又觉得实在是不可能。不管了，就算一个小兽喜欢上我，我是一个直男，我们之间基本是不可能。而且我觉得自己是疯了才会成为公主的一员，先不说会被那群饿狼活活弄死，而且我才不要跟他们分1个星期啊！神他妈每人2天分享江玉池，简直太离谱了。江玉池已经吃完早餐了，坐着等我，他用手支撑着下巴，眼眸漆黑，深不见底。我像鸵鸟一样低头吃面，恨不得把头埋进面里。这面我吃的可是汗流浃背啊！我们是同个专业，因此一起进教室。等我们找好位置后，许夏森才赶到教室，往我们方向跑来。终于赶上了，我眼睛一亮，连忙站起身：“你坐中间吧。”许夏森愣了一下，他坐哪都无所谓，因此点了点头：“好的，谢谢。”江玉池低头望着课本，眸光带着冷意。我在躲他，这只是因为刚刚的行为。我转头打量许夏森的脸，忍不住感叹：小时候真不容易啊，还得这么早起来化妆。许夏森被我这么盯着看，有些不好意思，他小声说：“怎么了？你这样盯着我看，是我脸上有东西吗？”我指着许夏森说：“你这眉毛怎么缺了一块？没画好吗？”许夏森表情一顿，连忙拿起书包里的小镜子。如我所说，他有一边的没画成空心的了。许夏森脸色十分尴尬，等他补完妆后，他眼神幽怨地看向我，我正在拿着手机盯着萌妹子的视频傻了。许夏森嫌弃的瘪嘴，他看出来了，我就是个钢铁直男，难怪审美这么奇葩，衣服土到掉渣，说话还这么直接。本来早上瞧见我的俊眼时，他其实是有点心动的，现在直接被我的行为浇灭了。算了，他就不该指望在大学里脱单。不一会儿，教授进来了，我赶紧收起手机，拿出书准备上课。这堂课上的我昏昏欲睡，我心想做任务真不容易，还得早八。不过好在我只是路人甲，不要求成绩，只要能合格也无所谓，就业能完成任务就行了。等课一结束，我撒腿就跑。许夏森望着我的背影，逐渐意识到气氛的不对劲，他转头看向正在收拾的江玉池：“你们吵架了？”江玉池手指一顿，他语气平淡道：“可能吧。”许夏森纳闷了，什么叫做可能？这两人真奇怪。不对，仔细一想，他室友好像都不是什么正常人，一个个都怪得很。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也不想回寝室，就出校到外面的商场逛了下。我路过电影院，刚好看到近期火爆影片的宣传，停下脚步，抬头望向海报，是宋野慈新拍的特工电影。宋野慈本来就是富二代，去娱乐圈闯荡完全是为了兴趣，成不成功他都无所谓，只是他深邃漂亮的混血五官让他在圈内很吃得开。刚出道就有很多女粉丝，好歹是漫画的主角之一，虽然天生演技好，年纪轻轻就拿下影帝的头衔。我开始思考剧情，宫一和主角兽已经见过面了，可惜什么都没发生。我现在已经不指望段祺南了，那人动不动就躺床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好像第二个出场的就是影帝宋野慈了，两人好像是在哪里见面来着？好像是宋野慈拍校园剧，来到我们学校取景，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现了围观的江玉池。宋野慈本来就没有白月光的资料，所以把江玉池认错成江毅然了。江玉池本来就是宋野慈的粉丝，一开始明知道是错误的，还是继续撒谎下去，直到宋野慈发现两人的不同后，便开启了虐恋模式。有个漫画情节我记得很清楚，宫三掐着主角兽的下巴，用霸道狠厉的口吻说：“你喜欢扮演他是吗？好呀，那你就永远当他的替身吧，成为我见不得光的情人。”我一想到这个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真是又变态又油腻。不过校园拍摄的时间好像，我猛地睁大眼睛，不就是今天吗？我转身撒腿跑回学校，刚跑到宿舍楼下就遇到了江玉池，背着一个书包，明显要出校门的样子。我当然不能让江玉池离开，不然还怎么发展剧情？江玉池也注意到了我，但他没打算打招呼。经过我早上莫名其妙的梳理后，他并不认为我会想理他。江玉池正准备与我擦肩而过，他的手突然被我抓住，他愣了下，抬眸望着我，我弯着腰，喘着粗气说话，断断续续道：“你要去哪里？”江玉池看我累得实在厉害，无奈地拍拍我的后背，帮我顺气。你怎么累成这样？我摆了摆手。等缓下来后，我对江玉池说：“你现在有事吗？陪我去一个地方。”江玉池垂眸望着我，他当然有事，因为下午没有课了，他准备去奶茶店兼职。可见我目光期待地盯着他，而且软乎乎且温
温暖的手抓得他很紧。江玉池沉默一瞬后，他点了点头，轻声道：“要去哪里？”我开心的露出笑容，抓着对方往某个方向跑。江玉池跟着我往前跑，穿过人群。江玉池望着我的侧脸，我的肌肤很白，几乎能看清我的绒毛。虽然我这身打扮很奇怪，但江玉池能感受到我身上带来的阳光，美好的气质是江玉池所没有的。会有人这样肆意张扬的活着吗？江玉池不知道，至少他不会。我的手很暖，与他相比小很多，握着很有安全感。江玉池故意捏了捏我的手心，我以为江玉池有话要跟我说，因此回头朝对方笑了下。怎么啦？江玉池摇摇头。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故弄玄虚道。等会你就知道了，带你去见老公呢。我努力发挥他路人甲的作用，说什么都得让两个主角见上面。很快，我们跑到了操场，这里挤满了人，估计是有人收到小道消息，知道宋野慈要来学校拍戏。我说道，这里好多人，我们想办法挤进去吧。江玉池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眉头紧皱，似乎不太情愿挤上去要做什么。哎呀，你就别问了，上去了就知道了。我干脆拉着江玉池的胳膊，带着他挤进去。来看宋野慈的学生实在是太多，我们要挤到第一排属实不容易。我十分后悔自己没有好好记住剧情发展，不然我一下课就带江玉池来蹲点了，哪会像现在这样狼狈。我心里也很纳闷，往常我在其他世界做任务时，里面的男女主角都很自觉，完全不需要我一个路人甲来操心，怎么到了这里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我反而成了最忙的那一个。突然间，一个身高1.8米的体育生把我撞向江玉池，他眼疾手快地将我拉进怀里，用身体挡住了那位体育生。体育生赶紧跟江玉池道歉，对不起，人太多了，不小心撞到你了，没事吧？江玉池语气泛淡道，没事。体育生略带歉意地朝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继续望着前面的情况。江玉池低头看向我，声音不自觉地变软，你没事吧？有没有弄伤你？我摆了摆手，没事没事。我没想到这里的人除了女生外，怎么一个个都有着逆天身高，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非得每一个都是双开门冰箱作者才会开心吗？江玉池见我的脸颊气得都鼓起来了，怪可爱的，他忍不住伸手捏住我的脸，你不高兴了吗？要不我们回去吧？我当然不同意了，都走到这里了，怎么能放弃？下次要让江玉池和宋野慈见面，不知道得等到何年何月。我生怕这个剧情会出问题，因此转身继续拉着他往前走。江玉池不明白我为何这么执着，惹得他也有点好奇前面到底有什么。江玉池伸出胳膊护着我往前走，经过几番折腾，我们终于挤到了前面第一排。再往前有保镖拦着，我们只能远远地望着前面正在拍戏的宋野慈，不愧是混血儿，一眼就能看到她漂亮璀璨的金发。宋野慈正在与女演员并肩走在一起，突然间两人停了下来，紧接着就是深情对视，我的心都揪了起来，不会是要接吻吧？哦 no， 这不可以！我紧张极了，不自觉地掐着江玉池的手。江玉池好奇地望着我的脸，然后又望向远处的宋野慈，似乎看懂了什么，他的睫毛下垂，眸光暗了暗。良久后，在我的视角明显看到宋野慈的接吻，虽然是没什么职业道德，但还好，难得还在。江玉池突然问：“你很喜欢他吗？”我愣了下，扭头看向江玉池。在漫画剧情里，我记得江玉池是宋野慈的粉丝，怎么反应这么平淡？还是说主角的性格比较内敛，不会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什么情绪都摆在脸上？想到这里，我更加佩服江玉池了，不愧是这个世界里的天选之子。江玉池静静地凝视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我笑了笑，他可是大明星宋野慈呢，谁不喜欢他呀？是吗？江玉池眯起眼睛盯着远处的宋野慈，确实是大明星。他在打工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人聊到野慈，语气中全都是带着敬佩和仰慕。如今他终于见到本人了，好像也就那样。因为周围环境太嘈杂，我靠在江玉池耳边说话：“你觉得他长得帅吗？那可是你老公呢。”虽然我还没接触过宋野慈，但从外表上看，我觉得宋野慈可比邋遢的段祺南帅太多了。哪怕他是个直男，都想磕宋野慈和江玉池。还行吧，我觉得他没你好看。江玉池说的是真心话，他甚至想拉我离开了，这里太吵太拥挤，让他很不舒服。我睁大眼睛，你说真的傻了吧？就算我再自恋，怎么可能比漫画里的主角帅呢？我打量一下江玉池，然后悄悄地松开了江玉池的胳膊。江玉池全都看在眼里。江玉池问：“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看他吗？”我点了点头：“是啊，不然能干什么？我们只是室友，又不是朋友。更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当主角的朋友。”江玉池似乎有些不太高兴，没再提起话题了。等了半个小时，宋野慈终于拍完了，剧组的人开始收拾东西，而他与往常一样转身跟粉丝挥手互动。周遭的人发出尖叫，拿出手机对着宋野慈的脸不停地按下快门键。我也很激动，我拍了拍江玉池的肩膀，提醒对方道：“宋野慈看过来了。”江玉池淡淡的了一声，没有任何的动作。我以为江玉池不好意思，只好自己亲自上网。我大幅度的挥动左手，扯着嗓音喊：“宋野慈，看在我这么卖力工作的份上，这次的剧情一定要顺利完成啊！”我喊得比谁都大声挥手，比谁都热情，因此宋野慈很快就发现了我。宋野慈愣了一下，然后狠狠地皱起眉：“什么丑东西！”我瞧见宋野慈也注意到我们了，心情更加兴奋起来。我露出了250的笑容，学着网上所看到的脑残粉的口吻说话：“你好帅啊，野慈哥哥，请让我守护你的笑容，我爱你！”我一边喊一边发出土拨鼠的尖叫，而我的脚趾用力到快要抠出一座城堡。宋野慈嘴角无语地抽了抽，本来他还想跟学生们互动一下，现在看到了一言难尽的私生饭，让他瞬间没了这个欲望。宋野慈礼貌地冲我笑了笑，正要收回视线，眼神突然一凝，连忙转头看向江玉池。宋野慈大步往江玉池方向走去，然后神情激动地抓起江玉池的手：“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发出了尖叫。江玉池眼里划过嫌弃，他用力挣脱开了宋野慈的手，语气冷淡道：“我不认识你。”宋野慈愣了一下，他指着自己的脸：“是我呀，3年前跟你拍过杂志海报的。”江玉池表情依旧冷淡，眉眼间流露出了一丝不耐烦。宋野慈不禁纳闷起来，怎么性格变了这么多？还记得3年前的时候，眼前的人还会甜甜地喊他哥哥。宋野慈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时，他的经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按住了宋野慈不安分的胳膊。经纪人从口袋里掏出笔，小慈见到粉丝还是这么热情，还有谁想要签名的？仅限10个名额哦！学生们立刻被转移了注意力，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往前递。宋野慈有些不情愿，扭头小声对经纪人说：“什么时候有这环节的？”经纪人掐着宋野慈的胳膊，咬牙道：“不想明天上热搜的话，让你签就赶紧签。”宋野慈啧了一声，然后接过了经纪人手中的笔，转头对学生们露出标准笑容。江玉池看向他身旁，我早已不见踪影。他眼神暗了暗，转身离去。宋野慈签完名，想继续找江玉池说话，却发现人已经离开了。在耽美文里不被主角们看上，我故意扮丑，用黑框眼镜掩盖自己精致漂亮的面容，外加土到爆炸的格纹衬衫，搭配破洞牛仔裤，简直是审美大灾难。回到保姆车，宋野慈有些烦躁的挠挠头，明明就是他呀，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经纪人也上了车，坐在他的旁边。我的小祖宗，你怎么不分场合的做出那种事？万一留下绯闻怎么办？经纪人郑帆从宋野慈出道就开始跟着他了，每天都在替这位爷擦屁股，不是在片场里闹出耍大牌的留言，就是在社交平台上乱说话。现在更疯了，那样抓着粉丝的手，难不成想要睡粉丝吗？郑帆恨不得现在就提辞职，再也不伺候这些有权有势的小祖宗了，行为实在太任性了。他迟早有一天要吓得心脏病发作，去见他的太奶。宋野慈毫不在意的说道：“留下就留下，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郑帆气得捶胸：“你就不怕事业完蛋吗？”宋野慈不屑：“我又不靠这个养活自己。”郑帆，我问你，你还记得3年前我接下了一个杂志拍摄吗？我当时还让你帮忙查合作的模特。郑帆正在翻阅手中的记事本，检查接下来的行程。记得。宋野慈弯了弯嘴角，眼神含笑：“我好像找到他了。”郑帆立刻明白了什么，眼神慌乱的盯着他看。宋野慈，你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你可别乱来啊！别以为你现在是影帝就可以为所欲为，得罪了粉丝你可就什么都没了。宋野慈漫不经心的耸耸肩：“我不在乎，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隐退了。”郑帆着急：“你签了这么多的合同，一旦违约，你要赔很多钱的。”宋野慈不屑：“我赔得起。”郑帆忍不住吼了他一声：“宋祖宗！”宋野慈抬眼看他：“郑帆，你有时候确实真的挺烦的。你放心好了，如果我退出娱乐圈了，会给你安排好工作，说不定工资比现在还高。”郑帆知道自己说不过他，只好在心里叹了口气，这辈子再也不想服务这些任性的公子哥了。我完成任务后就偷偷溜走了，我怕我在那里会影响剧情发展。别担心，因为有我在，江玉池会放不开。虽然公益那条线有点崩了，但好在公3那里是正常的。宋野慈的表现跟剧情里的完全一模一样，现在还差公2了，就能聚集在一起凑成一桌麻将。哦不对，是修罗场。因为完成其中一个支线的任务，我心情不错，跑去大饭店好好搓了一顿。等我吃饱喝足回到学校，寝室内只有许夏森一人。我转眸看向江玉池的床，已经晚上8点了，还没回来吗？许夏森跑到我的面前：“明晨，你今天有去看宋野慈吗？”宋野慈下午的时候来我们学校了。我点头说：“我去看了。”许夏森脸上流露出悔恨：“怎么问了一圈就我没看到？你怎么都不通知我呀？难得能亲眼见到大明星，就这样错过了他，真的好恨我自己。”我歉意的笑了笑：“对不起，当时我太激动了，就没跟你说。下次还能见到明星，我一定先通知到你。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的话。”许夏森垂头丧气的叹息：“大明星哪有这么容易见到？估计这辈子都没什么机会了。”我于心不忍，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别这么悲观，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可是主角兽的室友，想要见到公3岂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许夏森没有上帝视角，他颓废地点点头，走回自己的书桌前坐下，低头玩着手机。我问道：“江玉池还没有回来吗？”许夏森摇头：“没有，下午离开后就没再见到他了。”我蹙了蹙眉，该不会是被宋野慈约出去了吧？剧情发展这么快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宋野慈就是第一个吃到肉的人。好小子，真有福气。我从柜子里拿出睡衣准备去洗澡了，还没来得及走进浴室，就听到了外面开门的声音。我好奇地看了过去，是江玉池回来了。许夏森也听到了动静，扭头看向江玉池，他正要问对方有没有看到宋野慈的事，却发现江玉池脸色有些阴沉。许夏森抿了抿唇瓣，决定把话咽了回去。除了我这个奇葩外，怎么其他室友的性格都这么不好相处啊？又是想换寝室的节奏。我站得比较远，没发现江玉池脸上的情绪。我冲江玉池摆了摆手，江玉池淡淡的看了我一眼，随后选择视而不见，抬脚走向他自己的床。我怔了下，讪讪的收回自己的手。江玉池好像生我的气了，不过仔细想想，确实该生气。我把人带到那里去，然后又偷偷的跑掉了，是挺缺德的。我是有上帝视角，知道宋野慈是主角宫之一，可江玉池并不清楚，只会觉得我的行为自私又奇怪。我心里也烦躁极了，赶紧完成任务，赶紧跑吧！这破漫画世界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寝室诡异的气氛，直到我洗完澡都没缓和过来。正在刷题的许夏森实在憋不住，他摔下笔，转身看向2位当事人：“你们是吵架了吧？要一直不说话吗？”我快速的看了江玉池一眼，语气心虚道：“没吵架呀，我们好着呢。”江玉池正在床上看书，并不打算回答许夏森的问题。许夏森不解：“没吵架会是这种气氛吗？从早上开始你们就怪怪的了。”许夏森这样一直追问下去，我觉得挺尴尬的。我连忙摆手道：“哎呀，我们没吵架，你赶紧刷你的题吧，等会段奇男回来了，你就刷不了了。”许夏森应声赶紧转过身，不再插手我们的事。我小心翼翼的抬眸看向江玉池，江玉池俊美的面容平淡如水，似乎并不关心我们有没有吵架，修长漂亮的手指翻阅着书本，浑身散发
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我收回视线，也好，我们关系变差了，那我在漫画里的存在感可以降得更低了。安安心心的当我的路人甲，我心事重重的躺下床，打算早点睡觉。我躺下不久，江玉池抬眼望了过来，清冷的眸子划过一丝失望。第二天醒来，我起床去洗漱，路过江玉池的床时，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江玉池依旧是第一个起床，被子叠得很整齐，像是在军训一样，带着克制沉稳的感觉。果然是乖孩子，应该是从小就很会隐忍，做事从不出错。浴室内传来了水声，我知道江玉池在里面，便站在原地等一会儿。等待期间，我打量了一下江玉池的东西，随后视线停留在江玉池放在床底下的白鞋，与其说是白鞋，倒不如说是小灰鞋，上面被踩满了脚印，与江玉池其他干净整洁的物品相比，显得刺眼极了。我记得昨天早上的时候，这双鞋子看起来还很新。江玉池打扮干净又舒服，我不可能记错的。我知道江玉池只有一双鞋子，昨天穿的肯定就是这一双了。该不会是昨天我们一起去看宋野慈的时候，被周围的学生踩的吧？我眼神变得愧疚起来。江玉池跟我的情况不一样，不会花钱买那么多的鞋子，也只能将就着穿着了。我知道白鞋可以洗，但只有这么一双，怎么换洗呢？还是得怪我没有提前想起剧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还是买双鞋吧。买完再乖乖当回我的路人甲。身后响起一道清冷的声音：“你在做什么？”我回过神，转身看向江玉池，扯着嘴角笑了笑：“你洗好了是吗？那我进去吧。”江玉池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盯着我看。我尴尬一笑，朝他点了点头后，径直往卫生间走。等我洗完出来，江玉池已经不在寝室内了，放在椅子上的书包也没在。我知道他先走了，心情复杂地吁了一口气。许夏森还在呼呼大睡，昨晚他熬夜看直播了，导致天快亮了才睡。我出于好心，过去拍了拍他的胳膊：“许夏森，再不起来你就赶不上课了，快7点半了。”许夏森立刻清醒，像被针扎了一样坐了起来。这么晚了。